近年来，各大超跑品牌纷纷妥协，投身 SUV 市场。Lamborghini 出了 Urus，Aston Martin 推出 DBX， 连 Rolls-Royce 都搞了 Cullinan， 就连保时捷当年靠 Cayenne 翻身，大家都抢着分 SUV 市场的红利。但法拉利呢？嘴巴硬到不行，死都不愿意推出 SUV， 活像个老派绅士，宁可挨饿也不肯穿短裤拖鞋出门。到底是他们真的不想，还是有不得不坚持的理由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，为什么法拉利就是不愿意低头，向 SUV 市场妥协？法拉利的品牌坚持，面子比天大。SUV？ 开什么玩笑？我们可是赛道王者，怎么可能去做这种庶民车？你要知道，法拉利的品牌形象是什么？速度、性能、激情、赛道基因，这些关键字里有哪个跟实用性扯得上关系？ SUV 是什么？是一台可以带小孩去补习班，可以带全家去露营，可以去大卖场买卫生纸的车。你觉得法拉利会想沾上这种日常代步标签吗？他们的客户是谁？是那种副驾驶座连矿泉水瓶都不让放，生怕增加车重，影响0至100加速成绩的极限速度信仰者。这种人会在意后座空间，会担心行李放不下？不可能。他们要的是一台踩下去就能把世界甩在后面的猛兽，而不是一台能装满 Costco 战利品的家庭车。所以法拉利的态度很简单，宁可卖贵也不随便。他们不是不能做 SUV， 他们只是觉得做 SUV 就像是西装笔挺的意大利绅士突然开始穿运动服赶地铁，很现实，但不够优雅。SUV 的性能，法拉利看不上。法拉利的工程师听到做 SUV 这3个字，应该会直接辞职。你看 SUV 的最大问题是什么？就是它太重，风阻太大，重心太高。这意味着它不管再怎么改，都不可能有超跑的灵活操控感。Lamborghini Urus 已经算是 SUV 里很快的了，可是你让它跟 Huracan 比操控，根本就是2个世界的车。SUV 要速度，可以塞台 V8 进去，0至100加速做得快一点没问题，但要有真正的跑车操控感，抱歉 ，SUV 天生就做不到。法拉利的逻辑很简单，与其做一台妥协的 SUV， 不如完全不做。你想想，法拉利的工程师花一辈子研究怎么让车更轻、更快、更精准，现在你突然叫他们去调教一台2吨重、屁股又高的 SUV， 他们会不会抓狂？会不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？所以法拉利选择不碰 SUV， 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做车就是要极致，不能随便。法拉利车主根本不需要 SUV， 买法拉利的人在意实用性，开什么国际玩笑？你觉得法拉利的客户会需要 SUV 吗？这群人家里车库里少说5、6台车，超跑、GT、豪华轿车、古董车，通通都有。他们如果真的想买 SUV， 早就直接去订一台 Rolls-Royce Cullinan 或 Bentley Bentayga， 然后叫司机开了。他们买车不是因为需要，而是因为想要。买 SUV 的人会考虑后座空间、后车厢容量、悬吊舒适度。法拉利的买家考虑的是，这台车在隧道里弹射起步，声浪够不够炸裂？ SUV 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在选项里。所以法拉利也很清楚，他们的客户群不会为了 SUV 而买单，那还做来干嘛？法拉利的创世和造车理念，法拉利所有的车核心目标只有一个：快，更快，最快。从发动机的极限调教到空气动力学的设计，法拉利从来不做妥协。他们家的车基本上都是高转速自然进气，就是要让驾驶者感受到那种线性暴力的加速感。而且他们的每一款车都会去 F1 赛道上疯狂测试，让它拥有最纯粹的驾驶感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法拉利的车跟一般的豪华跑车不太一样。像 Lamborghini 有时候会为了炫酷做出一些超夸张的外观设计，但法拉利永远是性能至上，每一个空气力学设计都是为了让车更快、更稳定。赛道基因 Racing DNA， 如果不能上赛道，那做出来干嘛？法拉利的每一台车都有浓厚的赛车 DNA，
不管是外观、底盘设定，甚至方向盘上的按钮，都跟 F1 赛车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像是法拉利的招牌功能 Manettino 驾驶模式切换，就是直接从 F1 赛车上的控制系统演变来的，让驾驶者可以随时调整悬挂、牵引力控制，甚至是换挡反应。再加上法拉利的 V12 发动机，那种高转速咆哮声浪，完全就是让人血脉喷张。所以很多买法拉利的车主都会特地开去赛道，就是为了体验那种人车合一的驾驶感。纯粹 Purity， 电子辅助少一点才更有感觉。虽然现在很多车厂都会加很多电子辅助系统，让驾驶更轻松，但法拉利一直坚持，驾驶应该是一种人与机械的交流，而不是电脑帮你开车。像是某些经典车型，连转向助力都很轻微，就是为了让驾驶者能更直接感受到路面反馈。他们要的不是一台谁都能开得快的车，而是一台会开车的人才能真正驾驭的猛兽。所以法拉利的车永远都是以驾驶者为核心，而不是让车子去迁就驾驶者。但是法拉利真的完全不做 SUV 吗？事情没有那么绝对。虽然法拉利一直说我们不做 SUV， 但他们偷偷推出了一台叫 Purosangue 的高底盘 GT 跑车。你仔细看看 Purosangue， 不就跟 SUV 长得差不多吗？法拉利当然也知道市场上还是有一些又想要法拉利又想要4个门的有钱人，所以他们巧妙地避开 SUV 这个词，硬是把 Purosangue 定位成高性能 GT。 这就像一个不想认输的赌徒，嘴巴说我没有输，但其实已经输了。不过法拉利在 Purosangue 上下足了功夫，让它尽可能接近超跑的驾驶感，甚至用上了自然进气 V12 发动机，强调它跟一般 SUV 完全不同。但说真的，不管你怎么包装，它就是一台不要叫 SUV 的 SUV。 总结，法拉利的坚持 vs 现实的诱惑。法拉利不做 SUV， 不是因为他们做不到，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妥协。他们的车要么是赛道机器，要么是终极驾驶乐趣，绝对不会去做一台适合带家人出游的车。但 Purosangue 的出现也证明了法拉利还是得稍微向市场低头，不然钱都被别的品牌赚走了。未来法拉利会不会真的推出一台正式的 SUV， 还是继续坚守他们的速度信仰？好了，这期影片先到这里，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看法。喜欢这种冷知识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见。